嗨，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都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我们就直接来看联准会的最新利率消息。那我们就来看联准会的官员在最近这一个礼拜他们对利率的看法。那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分享几位官员，这几位官员呢，他们偏向于鹰派跟中立的态度。那第一位官员的话呢，他的名称叫做奥斯坦·古尔斯比。那他在11月25号的时候呢，有公开讲话。那他表示呢，除非有令人信服的过热的经济数据，否则呢，我认为现在没有理由不继续的降低利率。而且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正走在一条通往较低利率的道路之上，接近我们所称的中性利率哦。当我们逐渐接近中性利率的水平，我们就可以放缓我们降息的步伐。那这位官员呢，他主要有表达两个态度。第一个态度就是他认为现在美国的经济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过热，因为如果过热的话呢，他们才不会去降息，因为降息的话呢会刺激经济嘛，所以他认为说呢，现在美国的经济并没有明显过热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我觉得现在降息的话呢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第二个观点就是他认为呢，他们已经逐渐的靠近了中性利率的水平。那逐渐靠近中性利率的水平的话，那放缓降息的步伐他觉得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呢，他认为现在利率可以持续的降低，但是呢，快到中性利率的水平的时候呢，放缓降息的步伐他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他也不想要将利率降低至中性利率水平之下，这样子的话呢会刺激经济，所以呢他还是希望降息的范围呢可以落在中性水平，甚至中性水平稍微高一点点哦。那他所认为的中性利率水平现在到底是多少呢？市场上的投资人有非常多的看法。那我们直接来看联准会官员他们对中性利率水平的看法。那我们就要看到他们在9月份的 FOMC 会议，那他们在9月份的 FOMC 会议的这个 longer run， 那这个 longer run 的利率呢，就是他们认为未来长期利率的水平会落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月份的中位数呢是来到 2.9%， 那这个 2.9% 是这些联准会官员他们对利率预期的中位数。那如果我们深入的看他们的利率分布图的话，你可以发现到虽然这个中位数是 2.9%， 但是呢他们的利率的预期呢其实是落在 2.25% 到 3.75%， 也就是这些官员他们对长期利率的看法，他们的意见还是有蛮大的差别哦。那这个长期利率的水平在2024年的9月份他们的预期的中位数是 2.9%， 但是在2023年12月份他们预期利率的中位数呢是落在 2.5%，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联准会官员他们对利率对中性利率的预期呢是有上升的一个状况，这也是因为美国今年的经济状况呢是非常的不错所以使得联准会官员对中性利率的预期呢是有调整的一个状况。那鲍威尔呢，他也在11月份的时候呢有频繁的公开讲话，他都表示呢，当我们接近看似中性利率水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减缓我们降息的步伐。那这段话呢是鲍威尔主席在11月7号他的公开表态。那第二段话呢则是在11月14号，他表示呢，现在的经济并未发出任何的讯号，表明呢，我们现在应该要急于的去降低利率。其实我们从这两段话当中就可以发现到，鲍威尔主席呢，他一直在给市场打一个预防针，那就是呢，我们降息的步伐并不会这么的快速。我们虽然会降息，但是呢，我们会慢慢的降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联准会升息的原因呢，主要就是为了要压抑通膨。那联准会降息的原因呢，就不会是因为通膨掉下来了，所以他们才要去降息。联准会降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撑不住了，看起来快要衰退了，这时候呢，他们才会急于的去降息哦。所以只要联准会的官员他们认为经济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他们降息的步伐呢就不会这么的快哦。那美国的经济到底有多好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失业率。美国失业率在11月1号公布出来的数值是 4.1%。那你可以发现到今年以来，虽然美国的失业率是有微幅上涨的一个状况，但是呢，相对于过去长久来看的话，美国的失业率现在并没有到非常的糟糕。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的 GDP 的季度环比，在2024年的11月27号公布出来的数值是 2.8%。那 2.8% 的 GDP 显示出美国现在的经济也是非常的不错，所以这也就使得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中性利率的预期呢是有上升的一个状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位官员，他叫做尼尔卡斯卡利。
那这位官员呢，他是联准会官员当中呢是比较于鹰派的官员，也就是呢他认为利率的政策呢要更加的紧缩。那这位官员都表示呢，12月份再降息 0.25% 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所以呢，现在市场上呢也认为呢，12月份呢再降息 0.25% 是可以的。那我们就来看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对美国利率的看法。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2024年12月18号美国的基准利率来到 4.25% 到 4.5% 的几率呢有 66% 左右。而且呢，我们从这张表格也可以发现到，市场上现在的投资人认为到2025年的3月19号美国的基准利率也大概只会来到 4.25% 到 4.5%， 那几率呢是高达了 40%， 也就是说联准会官员他们对利率的看法其实是有传达到市场上的。那 Kevin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呢，虽然现在呢降息的步伐是有放缓了，但是呢我还是会持续的去购买美国公债。那我预期呢在12月份的时候呢，我还会买600万的美国公债，是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到时呢我会再拍一部影片呢跟大家分享我会买哪些债券。那我买这些债券的主要的投资目标就是固定领息，持有到期拿回本金。因为现在呢降息的步伐已经放缓了，所以我会去购买一些短期的美国公债，这样子呢我持有到期之后呢，我还是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不错报酬的美国公债。现在短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也高达了 4.5% 以上，这样子我投资下来的话呢，我每年也可以获得蛮不错的一个利息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中位数的利率水平呢是弱，但是呢在2023年12月份他们预期的水平呢是落在他们预期的中位数，但是呢在2023年12月份他们在